亲爱的各位同学们，各位青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们刚刚开启自己的科学研究之路，一定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也同时有一点点恐慌和不安，因为你们无法预测未来的科学研究是否会一帆风顺。今天我希望跟大家谈谈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博士生、博士后，和目前已经培养了几十位博士生和博士后的相对资深的科研工作者对学术品位、学术道德、学术道路的看法。我的观点全部来自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感受，但也请大家记住，我的观点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观点一样，都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它一定是有局限性的，未必正确，更未必适用于任何一个具有不同成长经历、来自于不同培养环境的你们。所以我下面要讲的仅供大家参考，更多的是抛砖引玉，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种讲法激发大家的独立思考。我分5个方面来讲。一，做一名优秀的研究生，时间的付出是必须的。所有成功的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实际上，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就必须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时间和心力。有时个别优秀的科学家在回答学生或媒体的问题时，轻描淡写说自己的成功借助于运气，而不是苦干。这种客气的回答实则避重就轻，只是强调了成功过程中一个偶然因素，常常对年轻学生造成很大误导。一些幼稚的学生甚至会开始因此投机取巧，不全力进取，而是等待所谓的运气。说极端一点，如果真有这样主要凭运气而非时间取得成功的科学家，那么他的成功很可能是攫取别人的成果，而自己十有八九不具备真正在领域内领先的学术水平。我在这儿举一个例子，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在多个神经科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10几年之前，当时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蒲先生曾经有一封电子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一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的紧张实验操作和2小时以上的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应该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不算进去。这封邮件写得语重心长，用心良苦，其中观点我完全赞成。无论是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还是现在在清华大学和西湖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的内容直接转告我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其实我自己从小特别贪玩，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和压力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最后很幸运保送进了清华，尝到了甜头。尝到了甜头以后，我在大学阶段机械地保持了刻苦的传统，最后综合成绩全班第1，提前1年毕业。当然，这种应试和灌输教育的结果就是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专业提不起兴趣。大学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博士1年级，因为对科研和专业没有兴趣，我内心浮躁迷茫，无法继续刻苦，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2年，我开始
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对科学研究有了一点点兴趣，也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科研精妙之处之后，会很得意地产生原来不过如此。逐渐对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有了一点自信。这个时候，博士学位要求的课程已经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从上午9点到做实验到晚上7到8点，周末也会去半天。到了博士3年级，我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和奥秘，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这需要一个过程。在组会上经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科研增加了更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12点。1993年，我曾经在自己的实验记录本上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鼓励自己。到了第4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再也不会感到枯燥。时间安排则完全服从实验的需求。其实这段时期的工作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结果不一样。我感觉不仅不枯燥，而且很有兴趣。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也是出了名的。到纽约做博士后的这2年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艰苦的2年，最刻苦的2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凌晨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睡觉，经常是4点以后。而每天早上8点都会被窗外街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3餐都在实验室吃，分别在早上9点、下午3点和晚上9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我可以持续11天，就撑不住了。从周一到第2周的周五11天，周五晚上坐上 Greyhound 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的摩的家里。周末2天，每天差不多睡10个小时，补觉，补上这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到了周一早上，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 cycle。虽然很苦，但我心里很满足，也很骄傲。当时就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在创业。有时我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65街和第1大道交界处，离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只有200-300米，几百米。我从来没进去过，这2年里。当然，也可以叫有失必有得。我常常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我实验室的学生，新生常常问我，老师，你对自己苦吗？我一般都会回答，只要你自己没有兴趣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非常苦。即使工作没那么辛苦，你也会觉得苦。如果有了兴趣以后，你一点不会觉得累，更不会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人很骄傲，很振奋，是一种创业的感觉。我在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那7年半的努力进取，为我独立科研生涯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第2部分，做一个优秀的研究生，必须具备批判性的思维。我认为做一个博士生不需要具备太多的所谓的素质。第一，时间付出；第2，批判性思维，可能这2点就够了。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只有刻苦是不够的。Critical analysis 批判性分析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研究生和本科生最大的区别就是，本科生以学习人类长期以来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研究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的知识，而探索新知识必须依靠批判性的思维逻辑。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培养 critical analysis 的能力，养成能够进行创新研究的新方法论。这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这儿我举几个让我终生难忘的例子。1，正确分析负面结果是成功的关键。作为一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期的结果，除了个别领域外，我觉得可能一般只需要6个月、12个月、24个月就足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而实际上呢，比如说在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平均需要整整6年时间，72个月。
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绝大部分实验结果一定和你的预料不相符，或者说是负面结果。很多低年级的博士生一看到负面结果就很沮丧，甚至不愿意仔细分析。其实对负面结果的分析是养成批判性思维的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只要有合适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经常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研究课题的每一步进展有几种可能，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就是排除不正确，找到正确途径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需要把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也就是说你基本上是一直在失败，直到找到正确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靠的负面结果，记住大家记住是可靠的负面结果，往往是让我们可以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个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这就是方法论。非常遗憾的是，大多数新生甚至很多老生对负面结果它的并不可靠，叫 inconclusive， 就是经不起逻辑的推敲，而这一点往往是阻碍科研课题进展最大障碍。比如对照实验没有预期结果，你的 positive control 没有 work， 那就坏了，或者缺乏相应的对照实验，或者在实验结果的分析和判断上产生了失误，从而做出负面结果或不确定的结论。这种结论对整个课题进展的伤害非常大，常常让学生在今后的实验中不知所措，苦恼不堪。因此我经常告诫我实验室里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靠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很快走上正路，一定会按时毕业。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批判性分析能力，会使你很快成熟，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其实相反，我对那些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十分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科研上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在我的实验室，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用很短的时间，有时候12个月、18个月，会取得足够的，比如说博士毕业的结果。我对这些学生一般都会再给一个挑战性很强的课题，不然的话，我认为他们一定会将来遇到重大挫折，会训练不好，走向社会。我觉得没有这些磨练，他们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第二个例子，耗费大量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阻碍进取。Nikola Pavlitic 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也做出了一系列，在上个世纪90年代直到现在，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界。31岁就成了终身正教授。1996年的4月，我刚到他实验室不久，我重化一个新的蛋白。2天下来，蛋白虽然重化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率只有预期的20%左右。见到 Nikola， 我很不好意思，我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重化方法，提高产率。Nikola 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难道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虽然已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得到更多的蛋白。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没让我说完。他说不对，你的产率已经足以让你进行初期的实验，而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下一步。实践证明了 Nikola 的判断。我用仅有的1-2毫克蛋白进行结晶实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的溶液生化性质不理想，不适合结晶。而是后期我通过遗传工程除去 N 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之后，蛋白不仅表达量进一步提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很快拿到有衍射能力的晶体。这也是我第一篇自然文章的来源。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仔细考量，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要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一步推到终点。中间有点差错没问题，只要能往前推往前走，
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总体结果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一步一步改进细节实验设计。如果总体出现问题，总体实验设计操作都没有，如果大体的结果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很可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你不应该这条路走下去。这本身就是一个来自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应用的例子。过去20年，我一直告诉我实验室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主义。我把这个方法论推到了极限，只要一个实验还能往前走，一定要做到终点，哪怕我只拿到1微克蛋白。其实我这儿可以举很多小例子，时间关系就不这样举了。第3个例子是科研文献和学术讲座的取与舍。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Jeremy Berg 现在也是科学周刊的主编，他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实验室有每周1次的文献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研究方法都得到进入学生视野，我们受益匪浅。作为学生，我曾经以为所有的科学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博学多读。大家觉得应该没错吧？刚到 Nikola 的实验室，我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与 Nikola 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96年春季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午饭前遇到 Nikola， 向他描述这篇文章的精妙之处，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和赞扬。Nikola 面色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我还没看这篇文章。”我心想，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功利一点，我还想，那我是不是也白读了？过了几天，我又精读了一篇几个月之前发表于《科学周刊》的文章，又去找尼克罗讨论。没想到他说他又还没有看到。几次碰壁之后，我很不解地问他，我说你知识如此之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大量文献，你为什么居然没有读到我提到的这几篇精彩论文呢？尼克罗看着我的眼睛，他说：“谁告诉你我阅读广泛？我阅读不广泛。”我反问他：“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怎么会做得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经据典？”他的回答让我彻底意外，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我只读跟我的研究有兴趣、直接相关的论文，而且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会大量阅读。我做博士后的单位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系列学术讲座，经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领域著名科学家演讲。有一天，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非常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演讲，而且呢，点名要与 Nikola 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一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去接近大人物，取得好印象，我们叫套词。Nikola 告诉他的秘书，正好被我听到，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请你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已有安排。我们博士后都在为 Nikola 惋惜，说这下你看见不着大牛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讲座那天 ，Nikola 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早晨来了以后，一直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以我们之后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文章或者解结构。当然，我后来意识到 Nikola 经常如此，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在我离开 Nikola 实验室之前，我带着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我问他：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怎么去指导学生？如果你不去听讲座，又怎么做一个如此优秀的科学家？他的回答大意是这样：我的时间有限，世界上只有时间不能再生，我每天只能工作10小时左右。权衡利弊之后，我只能把我的有限时间我认为我在目前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就是 prioritize。比如说解析结构、分析结构，和学生讨论课题、写文章。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只能少听讲座、少读文献。Nikola 的回答表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做的事情做些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即便是科研文献的阅读，学术讲座也有取舍。
这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2年，我自己认为必须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听各个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对于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第4个例子，挑战传统思维。这些例子呢，可能一个比一个极端，大家也是为了震荡一下大家的思维。从我懂事开始，我就受到教育，但凡失败都有其隐藏的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室一直遵循这一原则，但在 Nicola 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有一天，我自己做的一个复杂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做一系列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 Nicola 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他说：“你跟我说，你干嘛要搞明白这个实验为啥失败？”我说：“多新鲜呐，你这个。”我说：“如果我不能够分析哪儿错了，怎么能保证下一次如何成功？” Nicola 马上点评说：“不需要。”他说：“你这一次我不按着稿子念了。”他大概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实验是一个系统性的、关系到你的将来实验成败的实验，你需要找出它的原因。但如果这是一个 technical 技术性的实验，很复杂，过程很多，你不需要，因为找原因的过程非常长。你再做一次，你很可能是试剂加错了或怎么样，你很容易通过下一次实验把它做成功，而不是通过十几天时间去找原因。他告诉我一点，实际上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想当然，都不可以把一个所谓的真理或以前你学到的东西用在实验的所有方面。因为这个比较长，我就不讲了。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极端，但只有这样，我想可能让大家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在科学研究上是没有所谓的真理的。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样的例子早就给我所有的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总会告诉大家打破迷信，怀疑成规。而关键的关键，我老在实验室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follow the logic， 跟着逻辑走。原因很简单，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思维的根本。第3部分我很简单的讲，第3部分科学家往往需要独立人格和一点点脾气。对社会人而言，科学研究是个苦差事；对真正的科学家而言，科学研究实实在在是牵肠挂肚、茶饭不思、情有独钟、妙不可言。靠别人的劝说和宣讲来从事科学研究不太靠谱，不太可行。真正自己从心里感兴趣、直至着迷、一心一意持之以恒、探其解惑，才有可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正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在这个过程中，独立人格和脾气显得格外重要。所谓独立人格，就是对世界上的事物要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恰恰是一些有脾气的人不会轻易的随波逐流，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儿举例子了。我有2个学生，你们可能以前听说过，一个叫李平卫，一个叫柴继杰，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们上的大学，一个是3本，还一个是大专。现在一个是德国一所大学的讲席教授，一个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实际上，他们的例子应该让大家深省一下。第4个方面，不可触碰的学术道德底线。做学问的诚实反映在2方面，首先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尊重原始数据的真实性。在诚实做研究的前提下，对具体实验结果的分析理解有偏差，甚至有错误，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过程。可以说，绝大多数学术论文的分析结果和讨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或偏差。这种学术问题的争论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越是前沿，越容易出现谬误和错误。比较有名的例子其实有2、3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隔过去不讲了。我呢，其实呢，这2个例子呢，都是想说，简单的失误和造假有根本的区别。我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如果一个实验由于条件有限，
做出了一个结论，后来别人用更高级的实验手段、更丰富的实验数据推翻了这个结论。只要第一篇文章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实验条件，更重要的是，基于这些描述，其他实验室可以根据当时的条件重复这样的实验结果，就情有可原。这不叫造假，即使叫有一点失误没有关系，科学上完全接受。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有时候在国内的媒体里、社会上，大家把这两个东西会混为一谈。就下面讲的。另外一种情况呢，是明知实验证据不足，但为了支持某个结论而编造实验条件或实验证据，哪怕是一丁点儿，这就是造假，是学术不端。但诚实的学问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那就是只有自己对具体实验课题做出了相应的贡献，我们叫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才能够在相应学术论文中署名，这一点很重要，但很多人做不到。甚至有一些人会署上自己不该署的名字。在这儿我就这一段因为时间关系我也隔过去。第5点，最后一部分，我想讲一讲可能大家不太习惯的常识，这里边也讲几点。第一点，科学上没有所谓的真理。你们在课堂里学到的所有定理、公理，都是前人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总结，是现状下最好的归纳总结，可以有效解释自然现象，甚至推测一些还未发现的现象。也许这些定律和公理可以非常接近真理，加个引号，但是这些定律和公理仅仅是对现实的近似描述，都不是永恒的真理。随着人类对周围环境和宇宙认识的加深，这些定律和公理都会有失效的时候。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应该是强大的这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定律非常强大，它可以解释太阳系大部分行星围绕这个太阳的公转，但它无法完美解释水星近日点进动的问题。我们需要引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以请同学们、青年朋友们牢记，科学研究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不断改进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第二个，讲一讲科学和民主。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其结果是科学发现和规律定理，而民主通常是指在决策过程中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的现象和过程。很遗憾，但也许是很幸运，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少数服从多数这一个民主的原则。实际上，在尖端科学研究领域，常常是极少数人孤独探索，做出一些有违常规的意外发现，而这些发现长时期被大多数人排斥甚至攻击，但最终极少数的这些科学探索发现会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这里边从苏格拉底到布鲁诺·哥白尼，举不胜举。虽然科学真理最初被极少人发现的道理人人知晓，但到了日常科学研究中，在各种噪音中，真正能够全力探索、冷静辨别真伪，在科学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呢？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真正优秀的科学评价也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我从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到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这18年间，常常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一场激烈的学术讨论过程中，初始阶段大多数人坚持的观点逐渐被少数几个人的观点说服，成了实实在在的多数服从少数。这些少数人制胜的法宝就是精准的学术判断力和严密的逻辑。这种现象在基金评审、科学奖项评审、重大科研课题的讨论评审过程中，其实都应该应用。第三个例子，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未必高尚。走上科研的道路，每个人的动力都不同，有人可能是基于兴趣，完全基于兴趣；有人可能是因为成就感，他就想出人头地，有这样的人，而且也不少。也有人把科研当成了一个追求名利，甚至有人把它当成了一个谋生的手段，现在社会都有。所以大家没有必要盲目崇拜所谓学术权威，没有必要崇拜教授专家。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被崇拜，被青年学生。然而
因为科学家也是人，是一个社会人。社会上有什么样的人，科学家就有什么样的人。大家记着，它就是很简单。然而在科学评价中却是论迹不论心，也许以名利为手段的会最终心想事成，做出重大科学成果，名利双收。也有清高淡泊名利，醉心学术，却因为种种原因一事无成的大量存在。这都是实实在在会发生。但不论每一个个体是以什么目的、什么动力在做科研，科学的本质就是求真。科研的目标是不断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推动技术进步。而哪怕你的初衷只是把科研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如果你坚持走下去了，我也祝福你能够慢慢的从日复一日的重复、无路可走的焦灼，到柳暗花明、灵光乍现的起伏中，逐渐体会到从事科研的幸福感、满足感和成就感。真正的科研动力来自于内心的认同，真正的学术道德在完善科研管理体制之外，也有赖于每一个个体对于科研之道的认同和实现的自律。亲爱的同学们，各位青年朋友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们的努力和成绩将决定中国未来的科技安全。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够沉下心来，刻苦钻研，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做出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一份贡献。谢谢大家。